作为一名中文老师啊，以及语言内容的创作者啊，我其实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内容是最适合学习语言的呢？特别是中文啊。其实吧，我作为一个语言爱好者，我自己也学了不少语言，我其实也常常会在网上去找一些语言学习的材料。但是我发现，就是很多语言教学频道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太过于侧重啊，就是讲授一些语言点，以及一些学习的方法吧。而这些东西在初期，我觉得学习语言的初期确实挺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一直是提供这些东西的话，对我个人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学习语言是为了表达我的一些想法，或者是通过这个语言去陈述一些事情。我要只是仅限于学习一些语言点以及方法的话，我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去表达自己，怎样去讲述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也说过，你可以通过这个 vlog 来学习一门语言。对， vlog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你可以比较接触到比较这个鲜活的日常的这个语言。但是 vlog 它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比较注重故事性啊，它其实很多时候剪辑啊，画面的剪辑还有文字的剪辑都会比较片段化，就是说话很简短。当然了，我们说实话，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也会说话很简短，三两句一两句，甚至只是语气，对不对？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会长句子的这么一个思维，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意思或陈述一件事情，不能只是仅限于三两个词儿或者一个个简短的句子，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上期这个视频啊？我当时其实只是突发奇想，本来拍了一个视频，后来想我能不能通过连着拍好几个视频呢，在不同的场景下把它组合成一块啊，糅合在一块，而且每一个片段大概1分钟左右都在讲一个事情，有议论性的东西，也有陈述性的东西，而且吧，我这些东西都是很日常的，偏日常的东西。我觉得只有真正日常的东西，才是对于学习语言最有帮助的东西。就是我基本上是从我自身的角度出发，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去表达我对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一件件生活中的事情。说实话，我们生活呀，虽然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比较抽象的概念啊，但是整体而言还是比较具体的东西，关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是我内容上希望侧重的东西，侧重的方向吧。所以我基本上以后会循着这个路子来，基本上就是像现在一样，自然而然的通过我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在陈述一些事情，表达一些想法，而且都是生活中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语言学习者是最为有用的。我和我老婆其实是两种非常不同类型的人呢。就我老婆对认识别人没有任何兴趣，她对别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就完全不喜欢吃瓜呀，做这些事情啊。好像她觉得认识人是有点挺无聊的，除非不得已啊。她感觉好像是一个深度宅女那种状态。其实我也不是那种社交牛逼症的人，但是在我的骨子里，我好像就挺喜欢认识新的人、新的事物。我喜欢结交朋友，因为觉得每结交一个朋友，他可以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所以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也要是有闲暇的话，我对人这个生活经验呐、他的经历啊，以及过往等等，我还是特别乐于去吃瓜、去八卦的。所以这两个人虽然比如说夫妻的话，他也可以和而不同嘛，对不对？求同存异，我反倒觉得是一个互补的这么一种状态吧。反倒要是两个人完全对生活的东西都是一致的，性格都是一致的话，我觉得未必也是好事情吧。其实就做了父亲之后，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可以从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就发现一个全新的认识是自己的或者整个世界的角度吧。就是我儿子，他其实没有系统的学过英文，但是他特别喜欢听英文儿歌，还有看一些英国的或者美国的动画片嘛，啊，比如像什么 Alpha Blocks、Number Blocks， 对，
而且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看完动画片之后，他希望我把它转成音频给他听啊，他会反反复复的去听，甚至洗澡的时候也会去听啊，听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在模仿，所以我就发现他其实很多时候发音真的特别好。有一次就是他发了一个音让我和他妈都很吃惊啊，就英文里的 55 嘛，他发的音特别接近英式音 55， 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个轻声，特别像。我们当时就特别吃惊，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教过他，就他通过自学，他通过自己十分灵敏的听力啊，把这个音节捕捉住了，然后完美的复刻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为什么觉得有些朋友有个苍蝇，有些朋友他的中文发音那么好呢？比如说我之前介绍过的大志，还有前几天我们大叔中文上来了一个朋友威廉啊，他的发音都这么好呢，他们肯定是很注重这个听力的。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够好，你输入的这个材料不够好，不够地道，你是怎么都没法完美复刻出来的。如果你有这个追求，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多考虑多听，真的就是多听，把一些材料反反复复的多听，就像小孩子学习一些语言的时候那种状态啊。我最近因为我儿子的关系开始迷上了数学，不能说迷上，只是确实发现了数学的美啊。我最近还看了一本书，就是《数学简史》吧，就关于数学如何成为如今这副模样。我突然发现，就是数学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只是计数啊，在前面很久的时间，几千年来都是发展的非常缓慢的。后来突然之间，经过几个天才的努力之后，数学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而且数学它已经不纯粹只是计数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遍布数学，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视频啊等等、电话等等，它都涉及到数学的数据，对不对？大数据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由数学完美建构这么一个世界。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书之后，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确实习惯性的从一个点出发啊，这个时候从一个点出发之后，你是其实特别容易迷失在整个知识的这个海洋里头的。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老师啊应该教给学生一个全面的意识，你把这个东西教给大家，告诉大家，然后从一个整体再发散到就是细节里头，而不是从细节里头再慢慢拓展到整体。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学到半天可能根本不知道学习什么。就像我们以前学习数学的时候，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对数学产生不了兴趣？因为我们不知道数学它怎样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里头，什么微积分啊、几何学、统计等等。在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无聊，因为它是比较枯燥的，但是你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其实在生活中的是能运用到的，而且它整体就是已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有这么一个意识之后，你再去看数学的话，你看待它的眼神、你的状态、感受都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会刻意的就是去教我儿子这些东西，我会告诉他一些东西，告诉他数学会展现的东西不只是数数，不只是加减乘除，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师啊，确实在教给孩子们知识的同时，应该给孩子们展现就是知识底层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昨天我教给我儿子一些汉字，我会把这个汉字稍微拆解一下。比如说脱衣服的脱啊，我会告诉他左边这个月，这个偏旁部首为什么是月，月因为它代表身体。所以其实我们还可以把一些故事性的东西引入。而且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学生，他为什么能学得好啊？真正的好学生他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应该就是他非常的想学习，他已经激起了足够的学习的欲望，他有那种学习知识的饥渴感。很多学生为什么学不好，就是因为他感觉自己在学东西是为了应付家长、应付老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让激起学生的需求，真正的渴望，同时让学生们明白，其实我们现有的学习的所有知识啊，都是前人非常厉害人留下来的东西。
你就算当下不懂，那不是很正常的吗？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天才总结下来的，真正得出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懂呢？对不对？在中国，其实有一点让我特别不喜欢，甚至感觉很厌恶。当然不是关于体制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没有那么幼稚，毕竟已经活到30几岁了啊。主要是我觉得中国啊，最近这个各种人群这个对立特别明显。而且比如说你去刷微博之类这种社交媒体啊，你会发现大家的戾气特别重啊，就感觉会排除异己，容不得一点点不同的声音，听到一点点不同的声音就要开始对骂啊，这是一点让我挺受不了的。当然比如说我们现阶段中国人都很爱国，它当然其实是有宣传的作用，有舆论引导的这个作用啊，但是你不能因为爱国而去反对任何别的声音啊，对不对？虽然现在在中国爱国是主流啊，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去好像会搞一些什么文字狱一样，其实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吧，把人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是需要很大的包容心的。当然中国的话现在在成长，本来我不想聊这些相关政治性的话题，但是就是各种政治性的还有社会性的东西啊，其实它都有很大的戾气在里面，感觉被压制着啊，感觉马上就要爆开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中国舆论场上这种感觉，有些人感觉就是一天到晚就喜欢挑起对立，对，没事干就挑起对立，挑起对立能干什么呢？能获取非常多的流量啊！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流量为王的这么一个社会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惜去编造各种谣言，对不对？还有，其实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的这个审查，很多人也知道，就让人感觉挺无语的，是很无语，就感觉突破人的这个就是常识吧。有些真的没有必要，你要给我们营造出这种完全无害的无菌的环境吗？就像中国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做的事情一样，就是希望整个学校是非常的健康的、阳光的、积极的。那整个社会真的可能是这样吗？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是增强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能力，增强他的抵抗力，然后让他吸收更多更美好的纯真的力量，而不是指望你去把他关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对不对？所以现在中国这个整体的审查制度也是这样，希望把中国人都关在一个真空里。但其实很多呀，就是整体这些不好的事情、龌龊的事情，它并不是不存在了，只是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说而已。所以到最后呢，就万一有什么东西爆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被 cancel 掉，对不对？ cancel culture 就这个意思。其实之前我觉得中国可能人有一定的道德感吧，但我现在不是特别认同这些东西。所以吧，我觉得人还是在改变啊，所有东西都在改变。当然我希望整体中国是会越来越好吧，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大家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能实现人生的梦想。